欢迎回来。当地时间周四凌晨，应美方邀请，由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率领的中国代表团抵达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参加当天开始举行为期2天的中美高层战略对话。外界注意到，就在中美高层战略对话前夕，美方却在利用国务卿及防长对日韩两国的访问以及涉港问题对华施压。中国外交部周四强调，试图搞麦克风外交、带节奏对华施压是枉费心机。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周三在安克雷奇接受中国媒体联合采访时就指出，中方不会为了做出妥协和让步而来到冰天雪地的阿拉斯加，希望双方带着诚意而来，带着更好的相互了解离开。据双方商定，中美双方高层战略对话在2天会期中将举行3场会议，首场会议将在当地时间周四下午举行。此次对话是拜登政府就职后中美双方首次举行高级别面对面沟通，因而备受外界关注。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认为，双方对这次对话都相当重视，都做了很多准备。他表示，中方并不指望一次对话就能解决中美之间所有问题，所以对这次对话也没有过高的期待或者幻想。我希望这能够成为一个开端，双方能够开启一个坦诚的、建设性的、理性的对话和沟通的过程。如果能做到这一点，我认为这次对话就是成功的。简而言之，我希望双方带着诚意而来，带着更好的相互了解离开。在这次对话当中，一定会有激烈的交锋，因此呢，中方对于这次的对话并不抱很大的希望，但是对话总比不对话要强。通过对话呢，双方可以加强之间的沟通。因此呢，崔大使说能够带着理解而离开，那就算是会谈取得成功了。中方有定力，中美在很多领域中仍然有合作的必要，这是推动中美关系向前发展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不过，外界注意到，中美高层即将会晤之际，美方营造的气氛并不友好，大肆渲染所谓中国威胁的调门。周二、周三，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防长奥斯汀赴日参加2+2会谈，两国会谈中卖弄美日同盟基石作用的同时，还将中国描绘成破坏稳定的靶子。两国联合声明中更罕见直接点名中国，宣称中国的行动不符合国际秩序，再次确认规定美国对日防卫义务的《美日安保条约》第5条适用对象包括钓鱼岛，并就中国的南海主张和香港、新疆所谓的人权状况等进行无端干涉。而布林肯与奥斯汀在随后访韩时也妄图如法炮制，对华施压。此外，在美国主导下，美日印澳4方安全对话日前首次升级为领导人级别的视频会议，议题涉及印台地区的海上安全、疫苗合作、关键技术、稀土安全。值得玩味的是，会议全程没提一个中国，却是处处针对中国，意图打造将中国排除在外的供应链，构筑恶华包围圈。有分析认为，美方一系列举动意在拉拢盟友，以便在此次战略对话中以优势地位面对中国。对此，崔天凯大使表示，美国和其他国家要发展双边关系，那是他们的事情，我们只希望任何这种双边活动不要以第三国为目标，不要损害第三国利益。崔天凯直言，美方造势的做法无异于走夜路唱歌给自己壮胆，用处不大。可能有的人认为，在跟中方见面之前，先找一些别的国家谈一谈，发点声音，造点声势。我觉得其实这个做法没太大必要，也不见得有多大用处。就跟有的人一个人走夜路会唱歌给自己壮胆，其实没有多大用处。有什么问题要跟中方谈，尽管可以面对面的摊开来谈。值得注意的是，布林肯在就任美国国务卿的前后，一直在人权、涉港等问题上对中国横加指责，还多次宣称美国必须站出来捍卫价值观。周三，布林肯就通过美国国务院发布了至少2份对此前美国所谓香港自治法的更新版报告，对24位中国官员实施所谓制裁，其中包括14位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以及其他10位包括林郑月娥在内的香港特区官员。
实际上，所谓香港自治法炮制于去年7月，紧随香港国安法实施之后，而此次美方再次搬出正是企图报复中方完善香港选举制度的决定，再度上演对中国内政赤裸裸干涉的戏码。对于美方行径，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言人周四发表谈话，强调美方以香港事务为借口，粗暴干涉中国内政的行径十分蛮横恶劣，中国全国人大表示坚决反对，予以强烈谴责。在回答记者美方这些行动会否影响这次中美之间会谈的氛围，中方会否因此降低自己期待的提问时，崔天凯明确表示，我们也会在这次会谈中清楚地表达我们的立场，不会为了营造某种所谓的氛围，在这些问题上做出妥协和让步。在这些核心利益上，中方没有任何妥协退让的余地，这也是我们将在这次会谈中清楚表明的态度。如果认为我们为了这次会谈所谓有成果，就会答应任何一方的单方面要求，我劝人们最好放弃这种幻想。这种态度只会把会谈引向死胡同。如果有人认为中方这是带着诚意来到阿拉斯加这样一个还是冰天雪地的地方，就是为了做出妥协和让步的，那我会建议我在北京的同事们趁早就取消了这次旅行了，何必费这个麻烦跑来呢？所以希望有关的人丢掉这种幻想。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周四也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近日美方出现一系列涉华消极言行，发生在中美即将举行高层战略对话前夕，时机耐人寻味。中方同意参加美方提议的这次高层战略对话，体现了中方对重启中美对话交往、改善和发展中美关系的诚意和建设性态度。中方将在对话中就有关问题表明我们的立场和关切，所有可以谈论的议题都是摆在桌面上的。我想强调，对话能否取得积极成果，取决于双方的共同努力。美方应与中方相向而行，本着诚意和建设性态度进行对话。试图搞麦克风外交、带节奏、拉帮结派、对华施压的做法，是枉费心机，也毫无用处。中方希望通过此次对话，同美方充分沟通交流，推动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而拜登政府最新的一些动作也引发外界对中美经贸问题走向的关注。当地时间周三，拜登提名的戴奇以98票赞成、0票反对通过参议院投票，成为美国贸易代表，负责处理特朗普任期内遗留的贸易问题，包括决定是否继续对华征收关税。纽约时报指出，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是特朗普用来对外征收高额关税并谈判一系列大小贸易协定的机构。过去几年，这一职位显得格外重要。美媒认为，戴奇上任后有3大重任：修复因贸易战而受到打击的盟友间的经济关系，决定是否对华继续征收关税，履行拜登在竞选期间对华保持强硬态度的承诺。经贸问题也是此次中美高层战略对话的关注点之一。有观察指，在贸易问题上，美国民主党的内部分歧非常大。拜登总统已经明确表示，贸易协定不是优先考虑的问题。他的内阁成员也表示会暂时保留加征的关税。中方在会谈中，我想一定是会强调，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存在，一定是要通过世贸组织的规则来解决，由世贸组织来做出仲裁，不是美方说了算。在这次会谈中，经贸摩擦如何化解是这次重要的一个议题。我想呢，经过双方的这个沟通呢，不至于再回到像特朗普政府时期相互打关税战的那样一种局面。军事安全领域也被认为是此次对话的重点议题之一。2月上旬，拜登在访问五角大楼时宣布，在美国国防部成立专门的工作小组，负责制定美国对中国战略。本月1号，美国防长奥斯汀向中国战略工作小组下达行动命令，要求这一小组立即开始工作，并在4个月内的时间里得出一份完整的、详细的战略报告。按照美国国防部发言人的说法，预计这份报告的内容将包括一整套对华战略态势分析、现有战略审查与后续战略动作的建议等。报告重点估计将突出切合实际、可操作性等要素。此外，对于保密因素，这份报告将不予公布，直接送交拜登总统案头。中美之间的在军事安全方面的矛盾，
我个人认为它主要是表现在像南海问题、钓鱼岛问题，是吧？包括台海局势，在这次会谈中，双方应该就这些无法马上得到解决的问题，达成一个分期管控的这样的一个共识。也就是说，分歧解决不了，那么可以放在那儿，使它不至于失控，不至于会发生擦枪走火的这个事件。外交部宣布，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将于下周访华，中俄外长将就双边关系及近期高层交往对表，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外界注意到，中美即将展开高层战略对话，而近期美方拉帮结派对华施压，又对俄罗斯采取各种措施进行遏制，逼得俄方紧急召回驻美大使，要重新评估两国关系。俄外长访华将讨论哪些话题？中俄关系未来将如何发展？对于被美国搅动的动荡局面，中俄会如何应对？来看看报道。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周四宣布，应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邀请，俄罗斯联邦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将于3月22号至23号对中国进行访问。被问及中方对拉夫罗夫此访有何期待时，赵立坚表示，中俄是全面战略协作伙伴，两国外长保持密切交往是推动双边关系发展的应有之义。今年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0周年，在中俄关系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双方有必要进一步加强沟通，为今年双边关系发展奠定基础。拉夫罗夫外长访华期间，王毅国务委员兼外长将与他举行会谈，双方将就双边关系及近期高层交往对表，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相信此访将进一步巩固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的良好势头，密切双方在国际事务中的战略协作。外界注意到，参加中美高层战略对话的中国代表团抵达安克雷奇的同时，中方就宣布了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将访华的消息。执新闻周四发表评论指出，中俄外长将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中俄坚定支持对方维护核心重大利益，聚焦两国近期都重点关注的国际地区问题，也自然是应有之义。而交换意见后如何进一步加强合作，相信中俄在经贸、外交、军事上都会有新举措。所有的对表所有的关心的国际问题，其实80%到90%都跟美国有关系其实还是要处理好跟美国的关系。那么这个跟美国的关系呢，就是说这个在斗争中寻求这个合作通过合作呢，这个赢得更广阔的空间，又通过斗争这个保护自己的利益保护我们中俄双边的利益。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在今年两会期间举行的外长记者会上说，世界越是动荡不宁，中俄合作越要坚定前行，两国要互为战略依托，互为发展机遇，互为全球伙伴，这既是历史的经验，也是时代的要求。外界注意到，美国是目前让世界动荡不宁的重要因素，拜登上任之后不断对中国新疆、香港、台湾问题指手画脚，即便是在中美高层战略对话前夕，美国也没闲着，试图搞麦克风外交，带节奏，拉帮结派对华施压。美国对俄罗斯的强横态度也让俄罗斯忍无可忍。除了推出各种经济制裁措施，北约还在靠近俄罗斯边境频频军演。拜登甚至直接对俄罗斯总统普京出言不逊。这种情况下呢，中俄关系就显得非常重要了。这个双方统一关系统一协调，统一立场，形成这个统一的力量统一的应对。这样的话呢，对美国呢就会形成一定的威慑。那么这样的话呢，他就会忌惮他会忌惮不等于说将来不出拳了，但是他就会在出拳的时候，他会考虑好。2020年以来，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实现新发展，为进入动荡变革时期的世界树立了大国睦邻友好典范，注入了经济复苏动力，提供了战略稳定保障。在高层交往方面，普京总统是习近平主席交往最密切的大国元首之一，双方5次通话，共同出席上合组织金砖国家、APEC、G20等多场重要多边视频峰会，就深化中俄
俄战略协作、推进国际抗疫合作等达成重要共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议会合作委员会及副总理级政府间合作委员会运转顺畅，两国防长、外长相继在俄会晤并出席多边会议。俄罗斯成为2020年中国高级别团组往返最多的国家。战略协作方面，双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坚定支持，在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机制内发挥双引擎、双核心作用，在20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框架内提出更多中俄倡议。对于中国来说，美国这个对美关系很重要，但是对俄关系也非常重要。我们还有对欧关系，还有第三世界关系。所以说，中国现在呢是形成一个全球的场。那么这个在全球的机制下呢，有个多边的关系，在权衡的，在这个协调的。那么在此基础上，我们跟美国打交道不包括经济包括政治上包括很多方面的合作和斗争就有了从容的余地有空间也有底气。那么这样的话呢，也有助于跟美方谈出一些东西来。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管瑶。管先生您好。今天中美2+2高层对话即将在阿拉斯加登场，但就在对话揭幕前几小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宣布，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将自下周一起对华访问2天。那么您对此有何观察？好的，梅西。那么赵立坚今天在答问时呢，已经全面阐述了中方对这一次俄外长访问的具体的期待。赵立坚就说，王毅国委兼外长呢将会与俄罗斯外长会谈，双方将就中俄双边关系以及近期的高层交往对表，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相信此访呢将会密切双方在国际事务中的战略协作等等。我认为这其中有2个关键词特别值得我们关注。其一，高层交往，注意发言人为他设定的前置语是近期。那么中俄外长就此来对表，这大概率意味着中俄高层交往将会在近期有实质性的进展。放到国际舞台来看，这也注定是焦点的大件事儿，强化全球高层外交由云端加速走回线下的这样的一个大趋势。其二就是战略协作，我认为这是中俄最高领导人频繁互动、高度互信、强力引领，两国对表常态化，实现高水平战略沟通的一个必然结果。我注意到，战略协作是中俄高层在评价双边关系最常出现的一个关键词。月初在两会记者会上呢，回答俄罗斯记者的提问时王毅他就特别指出，疫情发生以来，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多次通话，在主要大国中保持了高水平的战略沟通。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美西方媒体已经在用所谓自制战略放大镜来审视中俄在各个领域的互动了。那么就在上周，中俄航天部门签署国际月球科研站的合作备忘录。那么美国 CNBC 电视台呢就对此惊呼，俄方显然拒绝了美国太空总署2024年返月工程的参与邀请。俄美20多年太空合作正在画上句号。那么 CNBC 呢，他就判定俄罗斯与中国日渐牢固的战略纽带是西方对俄政策未达预期全面失败的又一证据。那么至于说到俄方对此次拉夫罗夫访华的期待呢，我认为恐怕就来得更为迫切。为什么您觉得俄方期待更迫切？外长访问对表的实际意涵，尤其呢要留意。那么王毅见拉夫罗夫时，刚刚结束在阿拉斯加的2+2会谈，而按照美国媒体的放风呢，不排除这样一种可能性：最快在拉夫罗夫下周访华期间，美国就将宣布对俄罗斯加码制裁。俄罗斯呢已经为此召回了驻美大使安东诺夫来商讨应对。而外交部女发言人扎哈罗娃昨天呢就发表声明说，召回安东诺夫意在呢就俄美关系下一步何去何从，那么俄方如何来应对拜登政府来进行当面深入分析。而外交部呢将会就此举行跨部门的会商。那么理解俄罗斯方面期待的迫切性还可以联系美国总统本人的直接表态。那么就在昨天，拜登走进 ABC 电视台早晨时段的王牌栏目《早安美国》，他呢就点名炮轰普京，就所谓 killer 也就是杀手这一攻击性的标签强行贴给普京，无疑呢
这是俄美关系的又一个决定性时刻，也是最严峻的时刻。俄罗斯联邦会议副主席叫康斯坦丁·科萨奇约夫，他今天已经做出愤怒反应，要求拜登就此言论道歉，否则呢，俄方将会做出报复。相信杀手标签风波呢还会持续的升级。那么当此之际，战略沟通乃至战略协作对于俄罗斯的意义是不言自明的。那么谈到中俄关系，王毅在两会记者会上如此表态，他呢自信而且坚定。我相信，只要中俄肩并肩站在一起，背靠背紧密协作，世界和平稳定就会有坚实的保障，国际公平正义就能得到切实的维护。可以预料到中俄外长在北京面对面，那么同样的主题将会再度畅想。那我们等着瞧好吧。中美高层2+2会谈马上揭幕，驻美大使崔天凯会前在安克雷奇对中国记者表示，对本次高层会晤不抱过高期待。他也强调，中方不会在核心利益上做任何妥协让步。您是如何前瞻？崔大使的这一句不抱过高期待，已经成了会前被外媒引述最多的一个提法。那么今天，美国 CNN 电视台发自香港的报道就说 ，China's ambassador to U.S. says he doesn't have high expectations。这句话呢，就坐进了 CNN 的大标题。我查了下，阿克雷奇今天的气温最低呢是零下17、18摄氏度，不抱过高的期待，当然意味着对中美高级官员在极寒环境之下面对面会晤的清醒的预期。预计呢场面不会很热烈，甚至呢不乏紧张场景，不排除双方会在一些个核心利益关切上有直接的交锋。所以这也是崔大使在给外界在交底，他明确表示，中方会在这次会谈中清楚表达立场，不会为了营造某种所谓氛围，在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做出妥协和让步。那在我看来呢，这更是在提前在给美方交底，在给美方那些个以隔空喊话方式表达所谓过高期待者再打预防针。美方不是已经有高官在华盛顿提前喊话了吗？要改善美中关系，华盛顿希望看到北京的行动，也就是所谓实质性的让步与妥协。但是呢，崔大使直说了，事关中国核心利益，中国绝不会做交易、搞妥协，不会的。如果有人认为中方这一次带着诚意来到阿拉斯加这片冰天雪地，就是为了做出妥协和让步，那我会建议北京的同事们趁早取消这次旅行，何必费这个麻烦呢？崔大使希望有关人士丢掉幻想，那么相信在接下来的会晤中中方也会明确传递，并且呢再度强化这样一个关键信息。当然了，我也要指出，即使面对美方的各种压力与噪音，那么中美高官能够做到一起会谈本身就是极具符号意义的。相信中美高官也会在这样一种相对紧张、充满磕碰的不轻松的会晤中，再度摸底确认对方的战略底线，再度测试中美关系这一全世界最重要双边关系的韧性。好的，也谢谢管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谢谢。近日，欧盟以所谓侵犯新疆人权为借口，将对4名中国官员和另一家实体实施制裁。周四，外交部记者会发言人赵立坚表示，这纯属政治操弄，中方将坚决回应，奉陪到底。赵立坚表示，当前新疆社会稳定，人民安居乐业，民族团结和睦，各族人民生命权、健康权、发展权等基本权利得到有力保障。而西方个别国家的所谓学者和机构肆意编造谎言，用强迫劳动和强制绝育对此进行大肆污蔑，违背公理良知，中国人民对此强烈愤慨。赵立坚强调，涉疆问题本质上是反暴恐、反分裂问题，欧方也不要做出错误决定，搞政治操弄。中国人权状况怎么样？中国人民最有发言权。如果欧方执意采取损害中方利益的错误行动，中方必将作出坚决回应，奉陪到底。赵立坚同时强调，新疆事务纯属中国内政，敦促美方停止以人权为由，借新疆问题污蔑抹黑中国，干涉中国内政。美国一些人自封人权判官太久了，所谓人权灯塔，只照别人不照自己也太久了。他们选择性的忽视本国长期存在的
人权问题。而在外交部周四举行的涉疆问题新闻发布会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多名干部群众还就德国人郑国恩的所谓涉疆研究报告进行有力批驳。中国政府打击的是宣扬宗教极端思想、从事分裂、破坏和暴力恐怖活动的犯罪分子，从来没有针对过哪一个特定的宗教、特定的民族。同时，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发言人伊利江阿纳伊提指出，外界指责新疆教培营是拘留营的说法，更是造谣污蔑。试问呢，哪个这个拘留营会提供几十种这个职业技能的培训课程？哪个拘留营呢能够提供多种多样、营养丰富的这个饮食？哪个拘留营呢会按照学校的这个标准呢？配备这个双语老师、辅导员、医生和后勤管理人员呢？哪个拘留营会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这个文化、娱乐活动？试问这个世界上有这样的拘留营吗？除此之外，在国际场合上，中国外交人员也连续发声，阐明了中方立场。在欧洲政策中心周二举办的60分钟吹风会上，中国驻欧盟使团团长张明大使表示，新疆稳定不是所有人都愿意看到的，一些极端反华人士编织了太多的涉疆谎言，包括所谓的集中营、种族灭绝、强迫劳动等等。张明强调，欧盟的制裁是对抗行为，基于谎言搞制裁，只能理解为蓄意损害中国人民的安全和发展利益。张明强调，中国的发展是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是世界和平发展繁荣的机遇，而非挑战。我们没有时间、精力和意愿去做任何人的对手，也不希望任何人将中国作为对手。此外，驻英国使馆杨晓光临时代办周二还接受英国天空新闻台今夜天空新闻栏目主持人乔纳森·塞缪尔在线直播采访，就英国发布安全、防务、发展和外交政策综合评估报告涉华内容，阐述中方原则立场。杨晓光表示，有人指责中国咄咄逼人或具扩张性，但事实上，指责中国的议题都是中国内政或中国与周边国家的事务。我们奉行防御性而非进攻性政策。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等鹰派像饿狼一样攻击中国，在此情况下，中国为什么不能反击，维护自身利益和尊严呢？对中国的泼冷水，甚至推出一些制裁的措施，是不得人心的。中方这样义正辞严的这个反驳，要说明事实的真相，以正视听。值得注意的是，当主持人提到英国计划向印太地区派出新航母时，杨晓光还特别强调，中国老百姓对此普遍反感和反对。中国的外交是为了全中国人民的利益的，老百姓的主张、言论，他们的想法，中国政府是非常高度重视的，也说明了中国的决策是基于民意的，说明中国老百姓在中国的对外政策方面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这也就反驳了西方关于中国老百姓、中国人民缺乏人权的一种指责。在中美高层战略对话的同时，美国还加大对俄制裁，俄美对峙升级。面对不断搅动国际局势的美国，中俄两国将如何应对？张国庆、王鹏、刘和平在线解析。美俄关系走向也是各方关注的重点。双方尽管在延长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等方面进行了一定合作，但从经济到军事，从人权到网络，仍然分歧明显，博弈在不断升级。拜登周二接受媒体采访时就直指普京是杀手，引起舆论哗然。俄罗斯随后紧急召回驻美大使，并指责拜登政府在上任头几周就将俄美关系带入死胡同。俄罗斯外交部周三发表声明说，已召回俄罗斯驻美国大使阿纳托利·安东诺夫，以讨论俄美关系前景。声明说，美国新政府已执政将近2个月，不久将到达100天这个节点，当下需要评估美国总统拜登政府的执政方向。那么显然，俄罗斯在这个问题上是留有余地的，就给出了一个理由，说我们要商量，如何去更好的处理美俄关系。但是呢，希望美方对此产生俄方希望的那种正面的回应。
抗议的成分肯定是有的。俄美关系近年来一直处于紧张状态，两国在网络安全、能源安全、军控以及地区热点问题上存在明显分歧。周三，以去年8月俄罗斯反对派人士纳瓦利内被俄方下毒和判刑入狱为由，美国商务部宣布对俄罗斯施加更多的制裁。而美国情报部门周二发布报告称，俄罗斯在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支持特朗普，对拜登竞选团队进行打压。但报告称，俄罗斯并没有尝试直接改变选票，而是通过影响特朗普身边的人来释放不利于拜登的消息，帮助特朗普连任。更让俄罗斯愤怒的是美国总统拜登的说辞。美国广播公司周二播出的专访中，拜登表示同意普京是杀手的说法，还说普京会为干涉美国大选付出代价。You know Vladimir Putin, you think he's a killer? I do. So what price must he pay? The price he's going to pay, well, you'll see shortly. 不过，在记者的追问之下，拜登并没有透露具体的行动措施。面对拜登的指责，俄方的回应也来得很迅速。俄罗斯国家杜马主席维亚切斯拉夫沃洛金随后在一份声明中抨击称，普京是我们的总统，攻击他就是对我们国家的攻击。周四，俄罗斯联邦委员会副主席康斯坦丁·科萨切夫表示，美国总统做出这种评价是无法令人接受的，只会加剧恶化美国和俄罗斯的关系。如果美方不对拜登关于普京的言论进行澄清和道歉，那么俄方除了召回驻美大使磋商外，还可能采取进一步措施。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里亚布科夫、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等官员当地时间周三也回应称，美方言论是毫无根据的虚假信息，俄方平静看待美方的制裁威胁。Принимается этот доклад, он не принимается, потому что, во-первых, это очередная порция лжи, дезинформации, фейков. А во-вторых, такое впечатление, что подобным документам американские спецслужбы хотят просто оправдать свое существование и те колоссальные бюджеты, которые выделяются на их работу. 美国的民主党，他们对俄罗斯干涉美国大选，不是从今天开始指责。至少从希拉里4年前那会儿败选就开始不停的这么指责。那么这种做法呢，到现在来看，至少就俄罗斯有没有做这件事情，我们姑且不论。但是客观上来讲，对于民主党拜登政府来说，至少有2个效应：第一，在国内进一步打压特朗普，打压特朗普的派系，防止他们4年后东山再起；第二呢，那也是延续民主党政府一直是打压俄罗斯的这一个做法。那么在国际层面上提供了一个新的借口。实际上，美俄关系恶化在普京与拜登1月26号进行的首次电话交谈中就已经出现端倪。通话中，双方除了在俄美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延期5年问题上迅速达成一致外，几乎都是各说各话。特别是拜登，他向普京提及俄美关系中的一系列疑难问题。拜登告诉普京，一旦这些美关心的问题被查实，美国将采取自卫措施，俄方将遭到严肃的制裁回应。这也就意味着，拜登基本确定了对俄强硬政策的主基调。此外，拜登政府外交国安团队也由对俄强硬派组成，包括主张对俄实施强硬政策的国务卿布林肯，长期支持对俄制裁的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以强硬反俄著称的副国务卿纽兰，以及白宫国安会俄罗斯与中亚事务高级主任肯德尔·泰勒等。许多观察人士认为，美俄关系不会重启，只会是新一轮战略博弈的开始。美俄关系的基本盘不会改变，遏制俄罗斯仍是美国对俄政策的主要目标。大概率来讲，美俄关系在未来的4年肯定是和过去4年特朗普时代大不相同，对抗增多，合作减少应该是大势所趋。但是这其中还是有一个第三方变量，也就是说，其他的大国在美国拜登政府看来，他是把这个威胁怎么排序。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刘和平。刘先生您好。俄罗斯外交部发表声明说，已召回俄罗斯驻美国大使阿纳托利·安东诺夫，以讨论俄美关系的前景。您对此如何解读？我认为由俄罗斯外交部来发表正式的声明，并且直接使用了“召回”这个词，这在大国外交中绝对是非常罕见的。它往往意味着两国关系已经走到了快要断交的边缘。很显然，俄罗斯的这个动作是要向美方传达出俄罗斯很生气、后果很严重的外交信号。而在我个人看来，俄罗斯这样做的直接原因，并不是因为美国中情局发表公开报告指责俄罗斯干预了美国大选，也就是试图在2020年
美国大选期间支持特朗普抹黑拜登，而是因为美方这次直接冒犯到了俄罗斯总统普京头上。因为不仅美国中情局直接指控普京总统下的命令，而且拜登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公开称普京是一个杀手，这显然是碰触到了俄罗斯方面的底线，带来了严重的政治后果。所以我们看到，不仅俄罗斯国家杜马立即挺身而出，发表声明，捍卫普京的尊严，称普京是我们的总统，攻击他就是对我们国家的攻击。而且俄罗斯外交部立即就召回了驻美大使。不过有意思的是，俄罗斯在摆开不惜跟美国断交架势的同时，却为自己留下了充足的外交回旋余地，不仅给自己画的这条蛇添了一个足，也就是召回安东诺夫的目的是为了讨论俄美关系的前景。其言下之意就是，讨论完了之后还有可能回到美国去，而且特别指出，如果美方能意识到两国关系恶化带来的风险，俄方有意愿防止其走向不可逆转的地步。这些都说明普京也不想在这个时候将美俄关系彻底掀翻。那么在您看来，美方指控俄罗斯干预了美国大选，以及俄罗斯召回驻美大使，这两件事情又会对接下来的美俄关系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会不会让美俄关系彻底失控呢？我认为那倒不至于。我在前面谈到了，不仅俄方在召回驻美大使这件事情上留下了转圜的余地，美方的态度也是有所保留。而在我看来，美俄关系不会因为这件事情而走向进一步的恶化，尤其是不会因此而走向彻底的对抗。还有这么几个方面的理由。其实我认为这件事情之所以会闹成一场外交风波，里面还有两国领导人意气用事的成分在里面。美国中情局报告显示，俄罗斯干预美国大选的目的，就是为了让拜登无法当选，这显然会让拜登耿耿于怀。而拜登公开侮辱普京为杀手，这更为有损于普京的最高尊严。不过我同时相信，无论是俄罗斯总统普京还是美国总统拜登，都是身经百战的成熟的政治人物，他们应该不会因为自己的义气而彻底伤害到美俄关系。其二，拜登在上台之前曾经将俄罗斯视为了美国的敌人，但在上台执政之后，不仅这个说法已经不提了，而且已经在刚刚发表的临时战略方针中公开声称，中国对美国的所谓威胁要远远超过俄罗斯。不过我同时认为，虽然美国不会因为这件事情而对俄罗斯大动干戈，更不会让美俄关系进一步恶化，但是在可以预见的将来，美俄关系也肯定不会出现好转，因为拜登政府接下来应该会把俄罗斯给晾在一边，置之不理。好的，谢谢刘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谢谢。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国务院港澳办、香港中联办等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连续3天在香港就落实人大关于完善香港选举制度的决定听取社会各界意见。当前完善香港选举制度工作正有序铺开。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建议立法会先成立小组委员会，讨论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完善香港选举制度的决定，加快修例工作。而与此同时呢，确立爱国者治港的完善公职人员宣誓效忠安排的条例草案也提交香港立法会审议。林郑月娥周三赴立法会接受议员质询时表示，就全国人大日前通过完善香港选举制度的决定，中央政府正在听取香港社会各界意见，协助全国人大常委会稍后作出相关修订。待全国人大常委会完成有关工作，特区政府将依照经修改的基本法附件1和附件2，全力推动修改本地相关选举法律工作，包括草拟需要修改的主体和附属法例，以及在得到行政会议同意后，将法案提交予立法会审议。林郑月娥强调，上述工作时间十分紧迫，特区政府会全力以赴，但立法会的支持和配合也不可或缺。他表示，在参考以往经验后，特区政府建议立法会考虑在內務委員會成立小組委員會，可以考慮喺內務委員會之下，先成立一個小組委員會，等議員可以爭取時間先討論人大決定嘅主要內容，同埋稍後經全國人大常委會修訂嘅基本法附件1同埋附件2。等到特區政府向立法會提交條例草案之後，呢個小組委員會可以立刻
轉成一個法案嘅委員會，從速推展條例草案嘅審議工作。立法會內務委員會主席、民建聯主席李慧瓊在回復港媒問詢時指出，過往曾經有過先召開小組委員會審議特區政府法例的經驗。2001年在審議版權暫停實施修訂條例草案時，內務委員會曾在特區政府提交草案前，先成立小組委員會討論內容，2週後才成立法案委員會。李慧瓊相信，在內會本周五會議商討後，最快下周可開會，預料待轉為法案委員會後，才需開快車加快審議。香港立法會成立特別工作小組，可以提前啟動有關工作有利於完善香港選舉制度在香港當地的落地實施，也有利於讓選舉制度更好的在香港社會讓民眾更好的了解，讓香港的行政、立法、司法機構做出有必要的回應。與此同時，香港完善公職人員宣誓效忠安排的條例草案周三提交立法會審議首讀及二讀。香港特區政府政治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曾國衛表示，條例草案的根本原則只有一個，就是要準確落實有關公職人員的宣誓規定，履行特區政府的憲制責任，貫徹愛國者治港原則。擁護基本法、效忠香港特區係對治港者嘅同埋公職人員嘅基本要求，係佢哋嘅根本義務同埋責任，亦都係確立愛國者治港原則嘅重要基礎。曾國衛介紹，條例草案分為9個部分，共計31項修訂條文，具體包括解釋法例中擁護基本法、效忠香港特區的表述，引入區議員需作出宣誓的規定，明確宣誓要求，統一監誓人的安排，完善處理違反誓言情況的機制，加入相關參選限制。其中解釋擁護基本法、效忠香港特區的表述，條例草案整合了6項正面清單及9項負面清單行為。目的是讓擁護基本法、效忠香港特區的法定要求和條件更加清晰。對於完善處理違反誓言的情況的機制，條例草案建議移除目前法例中律政司司長可提出相關法律程序的時限，使其可在任何時候提出法律程序，尋求法庭宣告該議員失去議席。一旦相關法律程序展開，有關議員即時自動暫停職務，直至法庭對有關訴訟最終決定。香港的公職人員是落實愛國者治港的主體，提出要求各級公職人員宣誓，我認為是落實愛國者治港的一個重要舉措。所以說在這次修訂這個條例的過程中讓各級的公職人員通過宣誓效忠的方式支持特區政府的依法施政，支持一國兩制是非常具有重要性和必要性的。港媒一項民調顯示，高達95.6%受訪市民支持追究現任黑豹區議員的違誓罪行，另有96%受訪市民支持民政事務局局長在為現任區議員監誓時，能參照區議員過往言行嚴格把關，為有效宣誓作出英明裁決。此次落實愛國者治港，在香港社會得到了絕大多數民眾的支持，可以說這是香港未來新聞資源繁榮穩定的一個重要保障。香港社會支持愛國者治港，有利於一國兩制在香港實踐的不變形不走樣，有利於中央的有關政策在香港的實施我相信未來隨着全國人大常委會對香港選舉制度做出的修訂落地實施，香港社會會更好的理解中央做出這些決定的一個初心，以及維護香港繁榮穩定的一個重要舉動的一個本意。元朗監察議會聯盟還建議特區政府設立一個有公信力的監事委員會，該委員會必須具有搜證能力，掌握區議員的背景資料，可判斷議員是否如誓言所述真誠擁護基本法及效忠特區政府，並將不符合真誠宣誓規定的區議員取消其擔任區議員公職人員資格，並追溯至現屆區議會，以撥亂反正，將區議會帶回正軌。